轻轻动了一下，左腿钻心的疼，上头隐隐约约传来人声：“人呢？滚下去了！”孙大牛凑过来往底下瞄了一眼，看着是滚下去了，这黑灯瞎火的也看不清，火把的光在上面晃动，我死死捂住嘴，缩着身子，生怕被他们发现。孙二虎往下照了半天，什么也没看见，他啐了一口，悻悻地说：“这牙伸着呢。”摔下去肯定死了。孙大牛摆摆手。成婚当晚，丈夫和小叔子想要同时跟我圆房，我惊恐大叫，却被怒扇几个巴掌。荒年乱世，我和我弟弟只娶得起一个媳妇儿，你好好伺候我俩。抵死不从，一头撞在朱漆门框上，却不成想兄弟俩竟欺凌我整整7日，将我折磨致死。再次睁眼，我愤怒的一把扯下红盖头，这一次我偏要改命。门外孙大牛兴奋地张罗宾客吃饭，来，都多吃点，今天是我大喜日子。听到声音，我猛然回神，摸着温热的胸口喘粗气，2行清泪溢出眼眶，仇恨的火光在我眼中升腾燃烧。我将红盖头猛地扔进了火盆，四下查看了一番，才发现这个土屋没有后门，直到天黑，我才蹑手蹑脚地推门而出，准备绕到屋后翻墙逃跑。巧凤，你不在屋里待着，怎么跑出来了？婆婆质问的语气让我身形一颤。娘，我肚子疼，想上厕所。她一把拽住我的手腕，带着我走到院墙边的旱厕。得快点上，这秋霜满地，冻死个人。眼见逃跑无望，我从墙角抠下一块碎瓷片，照着大腿内侧用力划开了一道口子。疼痛和寒冷令我身子发颤，我却不敢耽误半分，直接将血尽数抹在了衬裤上。娘，能给我拿块红布吗？我来月事了。婆婆闻言，眉头拧成了一个大疙瘩。她抬眼瞅见血迹后，愤恨地剜了我一眼。大喜的日子见红，真他娘的晦气！她直接冲进厕所，粗鲁地在我的婚服下摆用力一扯，她将扯好的布条扔我怀里，不耐烦道：“家里一共这点稀罕红布，全糟蹋你身上了。”我被婆婆掐着胳膊拽进了屋，胳膊上青紫了一大块。没多久，男人和小叔子同时踏进卧房。媳妇儿，我来了。嫂子，我来了。婆婆一瞪眼一跺脚，两人当即收起色样。他来月事了，今天不能睡，你们2个都去西屋。这一周我和巧凤在东屋睡。孙大牛一脸猴急，低下身子央求婆婆：“娘，月事是啥玩意儿？俺就要跟媳妇儿睡。”孙二虎站在门口没有说话，眼睛却直勾勾盯着我看。婆婆没好气地拍了孙大牛一巴掌。这时候同房会气得很，你会遭灾的，严重点还会死。兄弟俩这才不情愿地离开。我躺在土炕上裹紧被子，彻夜未眠。下一次机会就是3日后。回门这天，我激动地将手中1捧分量的粗玉米面递给他们。爹娘，我回来了。孙大牛脸色铁青，不悦地嘱咐了一句：“这是回门礼，尽快吃，别被老鼠偷了。”爹瘦成了皮包骨，抱着粮食连连点头应和。他拉着孙大牛在院子里唠嗑，我和娘转身进了屋，刚一关上门，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，身子更是因为害怕而瑟瑟发抖。闺女，这是怎么了？快跟娘说是咋回事？我将婆婆逼迫我和兄弟同房的事全盘托出，气得我娘叉着腰破口大骂：“这个张寡妇竟然不干人事儿！我好好的黄花闺女，可不能让她祸害了。”我没有坦白自己重生之事，只说自己做了一个梦，在梦里我不堪受辱自杀了，可那孙家兄弟却欺辱我的尸体，还逼死爹娘。我靠在娘怀里，委屈地哭诉道：“娘，我真的害怕下场会变成这样，怎么办？”我娘抚摸着我的头，表情思索，随后敲了3下房门。这是爹娘之间的特殊暗号，但凡有重要需要避人的大事都会采用。爹当即会意：“女婿啊，家里没啥好菜，就不留你吃饭了。我们老2口想闺女多待会儿，等晚上了再给你送回去。”爹神色凝重地走进屋。出什么事了？待我娘把事情始末说了一遍后，爹顿时怒火翻腾。他们欺人太甚。我娘拽住要往外冲的爹：“如今咱们势单力薄，不能硬碰硬，惹不起咱们就躲。天下这么大，还能没有一个容身之处去投奔你江南的舅公？”说着，他就着手收拾行李，一家3口带上几件衣服和所有粮食，便上了路。可刚走到山沟边，迎面就碰上了背柴下山的孙二虎。嫂子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孙二虎站在那里挡住了去路，目光在我们身上来回打量。我娘一看他那张脸，恨不得挠个稀巴烂，还是爹反应快，连忙开口回答：“巧凤想吃野猪菜，这才一家人出洞去挖。天快黑了，多危险！改天我和大哥给你挖。”逃跑希望再次落空，爹在我耳边嘀咕了2句，我小声回应道：“好，就这么办。”迫于无奈地回到孙家，早就过了晚饭的时间，我的肚子咕噜噜作响，婆婆却没给我好脸色。“你是赖在娘家不愿意走了，活该没饭吃。去，给我们娘儿仨端水洗脚。”我忍着饥饿，头晕眼花地把6只脏脚洗完，婆婆却气愤地扇了我一巴掌。“拉个臭脸给谁看呢？今天晚上滚到地上睡！”深夜，孙大牛兄弟俩推门而出，悄悄离开了家。我小心翼翼地起身，我看了眼鼾声四起的婆婆，这才跟了出去。孙大牛很是谨慎，一路上频频张望。他突然停下脚步，走向我藏身的柴垛。我吓得捂住了嘴，
幸好一个野猫窜了出去，孙大牛被吓了一跳，吓死老子了！他又打量了四周一番，确认安全后，走进了箱里的粮仓，随后打开一个舱门。还是娘的手艺厉害，这鞋帮夹层能装1两多呢。那是，这样谁也看不出来咱们偷了粮食。他俩是粮仓雇佣的看守，正常是黑白倒班，时间可以自行安排。二人利用这层便利，悄悄偷粮了1年多。可如今，这些都被我悄悄记在了心里。返回的路上，爹掏出珍藏的炭条与麻纸小册交给我，家家都饥荒，他们却顿顿有饭吃，这就是最大的问题。找机会跟踪孙家兄弟，记下他们偷粮的凭据，交给乡里管事儿的人。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我直奔乡管事的家。敲开门后，我焦急地说道：“郑干事，我要举报孙大牛二虎私盗粮仓粮食，这是凭据。”这件事还有谁知情？只有我，我第一时间就来找你。闻言，他便让我一起去粮仓抓现行。偌大的粮院里，身后的院门瞬间关上，震得我心脏一颤。下一瞬，我看到了面色不善的孙大牛。郑干事抱着双臂走过来，他语气不善地质问道：“大牛兄弟，你怎么连自家媳妇儿都没看住？守粮仓这差事不想要了？”你们竟然是一伙的！竟敢背地里阴我！这拿的粮食没进你嘴里吗？老子非收拾你不可！大娘说的对，女人不打不服帖，给我欠收拾！他对我一通拳打脚踢，痛得我满地打滚。郑干事和孙二虎就在一旁冷眼旁观，直到他打得尽兴了，我早已鼻青脸肿。我被孙大牛一路拖回孙家，扔进了地窖里。他双眼通红，粗鲁地撕扯我的衣服，任凭我痛呼哭喊，也抵不住他的一身蛮力。今天必须办了你！孙二虎扔掉木棍，不屑地将他推开。嫂子，还是让俺来好好疼你吧。等等，我胳膊断了，求你先帮我找个大夫治一治吧。等到然后，我马上喊人。突然，孙二虎动作停下了。晦气，怎么臭乎乎的？这就是俺娘说的月事吗？他嫌恶地退到一旁，背起孙大牛爬出了地窖。没多会儿，婆婆的吼骂声传入地窖。治什么治？背他活该！要是被他举报成功了，你们哥俩都得吃牢饭。等他死了，我就去李家要回聘礼。我浑身冒着冷汗，自嘲的忍痛扯下一块布条，捡起地窖散落的木棍，缠在骨折的胳膊上。我不能死，我一定要活着逃离这里。第二天，孙二虎下来给我送饭，我一把抓住他的手，放在我胸前的柔软上。二虎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我，你甘心永远被你大哥压一头吗？我只想跟你。若是少了他，不仅能省一份口粮，你还能独享我。将来我生下儿子，那就是你孙二虎的种。嫂子说的在理，俺娘处处以他为先。你有什么好办法？最好能把俺娘也……你懂的。没想到他面上看着软弱怕事，内心竟然这般狠厉，连亲娘都不放过。记住了，东西千万别弄错。小凤，你放心，嘿嘿，等俺重新娶你进门。孙二虎兴冲冲地离开，可到了晚上，他却被孙大牛打得半死不活，扔进地窖。婆婆怒气冲冲，一脚踩在我绑着木板的胳膊处，血水慢慢渗出来，锥心刺骨的痛让我几欲昏厥。你个蛇蝎心肠的贱蹄子，居然敢挑唆二虎害俺和大牛！就在他抡起铁锹时，一伙人直接跳进地窖，把粮食都交出来。为首之人正是当地有名的绿林好汉赵铁山。明晃晃的刀光闪过，婆婆当时吓得俯首跪地：“饶命啊！这地窖的粮食你们随便拿！”我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，嗓子阴哑的开口祈求：“能带我走吗？”赵铁山冰寒摄人的神情突然勾起一抹玩味：“你不怕我吃了你？”我用尽全身力气喊了句：“我更怕死。”他锐利的眉峰一挑，大笑起来：“好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我赵铁山的女人。”孙大牛怒不可遏，抬起脚就要踹我。李巧凤，你竟敢当着俺的面勾引别的男人，不守妇道，淫荡下贱！可没等碰到我，就被赵铁山高声喝止：“当我说的话是放屁是吧？敢打老子的女人，兄弟们，给他点颜色看看！”赵铁山一声令下，一群人拥上前将孙大牛围住，拳脚相向。婆婆看着宝贝儿子被揍，
心疼的急忙磕头求饶，别打了，求求了，是他不懂事，不会说话，得罪了赵大当家，俺现在就做主休了李巧凤，你只管带走他。苍老褶皱的额头早已破皮流血，可他却磕得越来越大声。在他眼中，孙大牛是他的命根子，是老孙家的传承人，若是被生生打死，他都没脸见祖宗。反观孙二虎，却目光阴鸷地盯着一切，恨不得这帮人彻底打死孙大牛，他便能成为孙家唯一的男人。赵铁山一棍子下去，孙大牛腿骨断裂，豆大的冷汗瞬间浮满脑门，脖子上更是青筋暴起。赵铁山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孙大牛猛地单腿跪地，凄厉的嚎叫声在地窖里回响。他双眼充血，咬牙切齿地朝我怒吼道：“李巧凤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你爹娘还在村里，到时俺送这两老弱病残提前投胎。”威胁的话一出口，爹娘惨死的场景恍然浮现，犹如一把钝刀子刺入胸口，让我痛到难以呼吸。我曾听爹提起过赵铁山，他虽是绿林出身，却重情重义。想到这里，我眸光闪烁，紧张地捏着掌心朝赵铁山开口：“你能不能带我爹娘一起走？”我忐忑不安地开口：“从今往后，我愿当牛做马的服侍你，求你了。”男人晦暗不明的眼神让我不禁感到脊背发凉，忐忑的心跳声甚至盖过呼吸，在我的耳边一阵阵回响。可为了阻止悲剧重演，我强装镇定，硬着头皮证明自己的价值。我会干很多活，洗衣做饭，打草喂马，干什么都可以。思忖片刻后，他微笑着点了点头：“不就是多2张嘴而已，老子养得起。”随即点了2个手下，去我家将我爹娘接到5里外的山寨。婆婆一看我的话如此有分量，她立刻手脚并用地爬到我身边。婆婆扯着我的胳膊低声下气道：“巧凤，之前是俺们亏待了你，俺在这给你赔不是了。”说着，她左右开弓地扇了自己5个大耳刮子，黝黑的脸颊瞬间红肿。她鼻涕一把泪一把地朝我哭诉：“如今你有了好归宿，俺替你高兴。大牛已经受到应有的惩罚了，你替他和赵大当家求求情吧。你爹娘快要饿死之时，可是他送去了粮食啊。”我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直接拒绝。婆婆闻言，指责的唾沫星子喷我一脸。巧凤，做人不能这么忘恩负义。激荡的怒火直冲天灵盖，我猛地掐住她的脖子。到底是谁忘恩负义？我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，恨意将我浓浓包裹。张寡妇，忘恩负义的人是你。我手上的力道愈发收紧，连一旁的赵铁山都颇为震惊。20年前，你牵着5岁的孙大牛，抱着刚满月的孙二虎敲开我家的门，说你刚死了男人和孩子快要饿死了。我爹心软，便每年拿出银钱接济你，这一给就给了足足15年。可后来我们家道中落，张寡妇竟然落井下石，爹娘多次上门请求借一点点粮食，都被他用棍棒打出门外。赶紧滚！俺又不是救苦救难的菩萨，没饭吃就饿着啊！别带给我家一身腥。这次若不是孙大牛隐喻作祟想找媳妇，他才不会让人拿粮去我家提亲，一捧糙玉米面就想将我拖入共侍二夫的耻辱人生。婆婆闻言眼神闪躲，心虚的狡辩道：“这村里谁家不是躲你们远远的？要怪只能怪这世道不公，等日后俺拿粮食抵你家的恩情，还不行吗？”我冷嗤一声，面目狰狞地回对他：“你说的话都不如母猪上树可信，我更愿意看见孙大牛死在我眼前，死有余辜。上一世他踩在我爹的胸膛上狠狠碾压，爹娘的痛哭声犹如利剑刺入耳畔，我却无能为力。老东西，你闺女被俺玩了7天7夜，她要是没死，俺也不至于找你要聘礼。要怪就怪她不会享福。”此时此刻，我恨自己体力虚弱，不能亲自踩在孙大牛的脑袋上。孙大牛的5根手指被赵铁山踩断，痛不欲生的嘴硬道：“娘，别求他，等俺了做恶鬼，再来索他们一家的命。”就在我以为他们会恶有恶报时，一声大喊打破了这个希冀：“快抓歹人！他们这会儿就在孙家呢！”赵铁山一听，显然是有人通风报信，保安团来了。赵铁山将我拦腰扛在肩上，其他人搬着粮袋子有条不紊地迅速翻墙而出，直到骑上马背，被他圈在怀中疾驰的那一刻，尘土飞扬迷了我的眼，却在不知不觉乱了我的心。坚挺硬实的胸膛格外温暖，让我觉得不太真实。可山寨外2个望眼欲穿的熟悉身影出现时，我才敢相信我真的逃出来了。我迫不及待地翻下马，急切地想要将爹娘抱入怀中，却被赵铁山冷脸伸手拦住。他眉头紧蹙，神情似是颇为不悦。就在我心惊胆战地等待他要对我做什么时，他却将目光转向我还在流血的胳膊，让我先治伤。温暖的寨子里，我躺在正添着柴禾的火炕上，一个老头正在熟练地为我清洗伤口，用木板固定断臂。赵铁山看出我的疑惑，随意地解释道：“老陈头以前就是乡里的郎中，因为闹饥荒差点饿死，这才不得已上山。”老头见我脸色苍白，将手搭在我的手腕诊脉，随后便将赵铁山请到一旁，小声嘀咕了几句。后者听着听着，耳间竟悄悄染了一丝红晕，轻咳了一声：“行，我知道了。”2人离开没多久，我爹娘就进来看我了。我的可怜闺女，我娘刚一开口，便哽咽的泪流满面。她颤抖着手，想要抚摸我受伤的胳膊，却又害怕弄疼了我，痛心的将手慢慢放下。早知道你回去会被折磨成这样，我和你爹就是拼了老命，也不能让孙二虎带你走。爹将手中的碗递给我娘，这是红豆粥，
暖肚子补气血，你快趁热喝。大当家特意命人把所有囤粮翻了个遍，才找到这么点红豆炖粥。一勺热粥咽下，淡淡的甘甜在口中化开。物资匮乏的年代，糖都快比银饰稀罕了。直到整碗粥喝到一滴不剩，久违的饱腹感让我昏昏欲睡。一觉醒来，虚弱的身体总算有了些力气，伤口的疼痛也减轻了些。我心有不安，扶着炕沿起身下地，慢腾腾地挪着脚步，准备去厨房帮厨烧火做饭。不料刚出门，迎面碰上了赵铁山。身体好些了？他微微放软的语气里带着难以察觉的关怀。我点了点头，我该履行承诺，给你洗衣做饭去。话音未落，赵铁山眼睛一横，一脸严肃，要报恩不差这一时半会儿，你这胳膊不好好将养，到时候有可能变残废的，我这寨子可不留残废。说着便抓住我的另一只胳膊，将我拉回房中。出门时没有点灯，黑暗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地窖时的阴影让我的呼吸变得急促，不由得后退了2步。赵铁山见状调侃道：现在知道怕，老子不是成人之危，色迷心窍的小人，强迫女人的事老子可干不出来。他从怀里拿出一个瓷罐，放下后便转身离开了。我表情疑惑地走到桌子旁，打开盖子，诱人的肉香扑鼻而来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赵铁山拿着土枪跑遍了3座大山才打到的野兔。最好的肚肉给了我，其他的部分炖了一大锅汤，分给了所有人，包括我的爹娘。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，我便真的被强制休养了100天。这期间，山寨里的好吃的全都紧着我供应。我从一开始的骨瘦如柴、虚浮无力，变成了现在的红光满面、精神矍铄，每日为赵铁山洗衣喂马，身体都更加强健了。可我却并不满足。深夜，我将包袱紧紧系在背上，一个人偷偷下了山。翻过几十里崎岖的山路后，凛冽的寒风冻伤了我的耳朵和双手，但站在县公署门前，我却长舒了一口气。随后抡圆了胳膊，将包袱用力抛进了院里。一声厉喝响起，什么人大白天的竟然敢往县公署丢东西？我慌忙躲到角落里，看着警员小心翼翼打开包袱，露出了里面的一封书信和记录。那人不明所以，只好将东西交到了县公署的办事员手里。办事员打开信件，越看越是神情凝重，信中写清了孙家兄弟盗粮与乡公所勾结，殴打重伤我的全部经过。办事员越看，眼底的怒火就更盛，随即一拍桌子，喊上3、5个人就直奔乡下。我远远跟在车后，一路步行赶去，用麻布将自己盖住。目的地一到，县公署的人立即下车将郑干事抓住，押着他前往孙家，和孙大牛、孙二虎进行对峙。孙大牛正蹲在院里啃窝头，孙二虎在旁边磨镰刀，院门被一脚踹开，两人一愣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冲进来的警员扭住胳膊摁在地上。孙大牛扯着嗓子嚎：干啥？凭啥抓俺？孙二虎也懵了，拼命挣扎：俺们犯啥事了？郑干事被推了进来，垂着头，脸色灰败。孙大牛一看他，顿时明白了几分，但嘴还硬着：郑干事，这是咋回事？警员将凭据和证词往桌上一拍：监守自盗，私偷粮仓，殴打妇女致其重伤，还勾结乡公所人员欺上瞒下，证据确凿，还有什么话说？孙大牛膝盖一软，直接跪了。但他眼珠一转，突然指着孙二虎：是他，都是他撺掇的，俺本来不想偷，他说粮仓的粮食多拿点没人知道，俺才跟着干的。孙二虎瞪大了眼：大哥，你说啥呢？明明是你说家里没吃的，让俺帮你望风。胡说，是你先提的，你胡说，俺那时候才多大，懂个屁！两人当着警员的面就撕咬起来，一个比一个嗓门大。警员冷笑一声：行了，别装了，你们2个一个都跑不了，带走。警员懒得听他们狗咬狗，一挥手，两人被捆了起来。孙大牛被拖起来，还在喊：警员，俺举报，俺弟还偷过别的东西，去年腊月他从隔壁村顺了一只鸡。孙二虎气得脸都紫了：孙大牛，你他妈是不是人？那鸡你不也吃了吗？骨头都是你啃的，俺没啃，俺就喝口汤，喝汤不算吃。两个人的骂声随着警员的推搡逐渐远去。我躲在暗处看着这出闹剧，差点笑出声，真是狗咬狗，一嘴毛。我转身哼着小曲往山寨走，心里那口恶气总算顺了些。可刚到寨门口，就看到爹娘心急如焚的在那来回张望。爹娘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。我脸上的笑意在看到身后神情阴森可怖的赵铁山时瞬间凝固，他一拳砸在我身旁的柱子上，语气愤怒：你知不知道自己一个人下山有多危险？赵铁山发怒，整个山寨都要跟着抖一抖。他的语气带着愤怒，但更多的是担忧。我迎上他的目光，竟看到他眼中氤氲的失意。娘见气氛凝重，赶紧出言解围：闺女，你去哪了？这一天我们都快急死了，大当家带人翻遍了周围所有大山，又去了村里，都没找到你。我这才发现，赵铁山原本整洁干净的衣服，此刻沾满枯叶尘土，还划出了数不清的小口子。我顿觉愧疚不已，扯下里衣内趁为赵铁山包扎手掌。赵铁山瞪着眼睛埋怨道：你要报仇，和我说一声就行，我自会带着弟兄下山帮你解决一切。你若是有个3长2短。话未说完，他甩开我正在包扎的手，愤然离开。半小时后，我端着一碗疙瘩汤推开了他的房门。对不起，害你担心了，我之所以没告诉你，是不想你因为我的事惹麻烦。若是害你被乡里的人抓了，我会悔恨终生的。一番诚恳交心的话
抚平了他的焦躁和怒火。递给他汤碗时，指尖偶然的触碰令我和他都愣在原地，一抹红晕在我的脸颊晕染开，却也悄悄爬上他的耳畔。他喉结滚动，眼底是压抑忍耐的情愫。我看着他，莫名想起初见之时，他于地狱将我拉回人间的救赎。他那句"你是我的女人"更让我羞涩不已。我喃喃喊了一声"大当家"，叫得太生分了，换个称呼。赵铁山鬼使神差的话刚出口，他就后悔了。我试探性的又喊了声"山哥"，闻言他眸光一闪，脸上终于有了笑意。这个好，以后就这么叫我。见他这般，我脸颊热得滚烫，屋子里安静的能听见心跳。我有些不自在，没话找话的开口："你是没看见孙二虎骂孙大牛不是人，孙大牛骂孙二虎没良心，恨不得当场掐死对方。"赵铁山听完，眉头一挑："那正好，让他们在牢里慢慢掐。"我笑着应和，心里却隐隐有些不安。张寡妇从头到尾没露面，这老婆子去哪儿了？次日一早，一阵哭天抢地的嚎叫划破寂静。巧凤，俺求求你了，救救俺家大牛和二虎吧！张寡妇头发上、眉毛上都被冰霜糊住，憔悴不已。此刻正跪在寨门前，哭得涕泗横流。赵铁山面露不耐，正要吩咐手下将他驱赶，却被我拦下："山哥，让我来解决。"我走到门前，居高临下的嘲讽道："一早上来这里，是孙大牛和孙二虎快死了。"张寡妇双眼赤红，长满冻疮的手指攥得死死的。她恨我，却不敢表露分毫。巧凤，看在你曾是大牛媳妇的份上，放他一马吧。那石场是个搓磨人的地方，不死也得8层皮。如今你过上了好日子，也该为自己积积德。这话直接给我无语笑了。你这个老东西，管得可真宽。我不积德，我只报仇。你们一家做的恶，就活该落此下场。张寡妇一听，慌张无措地认错求饶："俺愿意替大牛和二虎承担一切，只要能救他们俩出来，你让俺做什么都行。"舔着脸送上门的仇人，我岂会轻易放过？我眼底闪过一缕暗芒，我突然答应道："既然如此，我就成全你。"闻声而来的爹娘当即不同意："闺女，这种人死有余辜。"是啊，你忘记他们一家如何对你了吗？我让他们稍安勿躁，扭头吩咐张寡妇："先自扇100巴掌吧，我要能听到响的那种。"张寡妇闻言，激动地跟我道谢，她随即抬手就是5巴掌。我冷漠地开口："听不见。"她起手又是5巴掌，声音较之前更大了些。我冷笑一声："还是听不见。"张寡妇颤抖着手，咬着牙奋力一扇，巴掌声惊得树上的麻雀一哄而散。我这才满意点头。还差99个，直到他有气无力地扇完最后一个，脸已经肿成了猪头。我抄起一根木棍扔到他脚边："孙大牛曾打断我的胳膊，既然你要替他承担，那就用你的胳膊赔我。"张寡妇犹豫地抓起棍子，却下不去手。我冷笑一声："怕疼？那我来帮你。"话音未落，我一脚踩住他的手腕，抄起木棍狠狠砸下。张寡妇臂骨应声而断，痛得他当场晕厥。妈妈直接端来一盆水，将他浇了个透心凉，他这才悠悠转醒。你一路磕头下山，每磕一次就说一句你错了，想让你的儿子们活命，就按照我说的做。张寡妇认命的跪着转身，磕头认错离去。半个月过去，日子过得安稳，我几乎快把那一家子忘了。那天我去县城置办东西，顺道去大牢门口转了一圈，正好赶上放风时间。隔着栅栏，我看见孙大牛和孙二虎被推出来，他们两人一个瘸腿，一个脸上带着伤，站在院子里互相瞪眼。孙二虎先开口："都怪你，要不是你嘴贱，俺们能被抓？"哼，俺嘴贱，俺要不是替你顶罪，你能少判2年？你顶个屁罪！你自己全招了，还把俺供出来，哼，这叫顶罪？俺不供你，你就不供俺了。两人越吵越凶，最后直接扭打在一起。孙大牛瘸着腿踹孙二虎，孙二虎揪着孙大牛的头发往墙上撞。警员冲进来，一人给了一鞭子。再打都加刑期。两人这才分开，但眼睛还瞪着对方，恨不得把对方生吞活剥了。我站在暗处看着这一幕，心里那口气顺了不少，让他们在牢里互相咬，咬到死。我转身离开，没注意到栅栏后面，孙二虎的目光突然扫了过来，虽然只是一瞬间，但他看见我了。3天后出事了，半夜我被一阵嘈杂声惊醒，外面有人在惊呼：走水了，粮仓走水了！我披上衣服冲出去，山寨西边的粮仓已经烧成一片火海。赵铁山带着弟兄们正在救火，人人脸上都是烟灰。一个小弟跑过来，有人放火，看到2个人影往后山跑了。赵铁山当机立断追了出去，我跟着他。后山林子里，2个黑影跑得飞快，月光底下，我隐约看见一个人的腿瘸着。孙大牛，我的心脏猛地一缩。他们越狱了，追出去2里地，黑影钻进一个山洞，不见了。赵铁山要往里冲，我拦住他，等等，小心有诈。话音刚落，洞里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：李巧凤，俺等你很久了。张寡妇拄着根拐杖从洞里慢慢走出来，身后站着孙大牛和孙二虎，2人浑身是泥，脸上还带着伤，但眼睛里的恨意几乎要溢出来。张寡妇咧嘴笑了，那笑容里满是压不住的得意。没想到吧，俺儿子们出来了。我盯着他，你知不知道越狱是死罪？张寡妇大笑起来，俺们还有啥可怕的？
大牛和二虎蹲在牢里，这辈子都出不来，还不如拼一把，出来拉你垫背。孙二虎往前逼近一步，眼神狠厉：“嫂子，俺对你可是真心实意，你倒好，送俺进大牢，让俺跟俺哥天天打架，这账咱得好好算算。”孙大牛也开口：“李巧凤，俺这条腿是你害瘸的，今天俺要连本带利讨回来。”赵铁山挡在我身前，冷冷看着他们：“就凭你们3个。”张寡妇往后退了一步，他挥了挥手：“当然不止，都出来吧。”山洞里又走出7、8个人，一个个5大3粗，手里拿着砍刀。张寡妇笑得阴森：“这是俺花光所有家当请来的。赵大当家，你山寨再能打，也就几10号人，可他们都在山下救火呢，现在这山上就你们俩吧。”我心头一紧，他算准了。赵铁山没有慌，他慢慢抽出腰间的刀，刀身在月光下泛着冷光。他往后退了一步，把我挡在身后。他声音压得很低：“往东跑，别回头，那边有条小路，能下山。”我死死攥着他的衣角，不肯走。看见他们3个人从洞里走出来时，瞬间所有的恐惧混在一起，让我整个人都在发抖。但我更怕的是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。赵铁山回头看我，月光底下，我看见他的眼睛，他让我听话，不是命令，是请求。张寡妇在旁边看着，拖着长枪阴阳怪气：“哟，还挺恩爱。赵大当家，你这媳妇可是俺家的，俺家2个儿子还没睡够呢。”孙大牛跟着起哄，瘸着腿往前凑了一步，咧着嘴嚷道：“就是俺娶她花了粮的，凭啥便宜你？”孙二虎更恶心，舔着嘴唇往前凑，眼神在我身上来回打量，嬉皮笑脸地说：“嫂子，俺是真喜欢你，你跟着他干啥？他有俺年轻，有俺会疼人。”我气得浑身发抖。赵铁山却拉着我的手，他声音压得很低，几乎是贴着我的耳朵说：“你活着，我才能活。”我用力点头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我明白，他让我走是因为他不能分心。7、8个打手加上孙家3母子，他一个人挡不住。但如果我先跑了，他就能放开手脚打，打完再跑。可我的脚就像是在地上生了根，一步也挪不动。张寡妇看出我的犹豫，冲那几个打手一挥手，他恶狠狠地说：“还愣着干啥？抓住那贱人！大当家留给你们！”打手们一拥而上，赵铁山动了，他的刀快得像闪电。第一个冲上来的打手还没反应过来，肩膀上就挨了一刀，惨叫一声滚到旁边。第2个被他踹飞，撞在树上，半天爬不起来。但人太多了，3个打手同时扑上去，赵铁山挡开2个，第3个的刀划在他胳膊上，血一下子涌出来。我惊叫出声的同时，孙二虎趁机往我这边窜过来，他伸手要抓我，赵铁山回身一脚把他踹开，但转眼间孙二虎又围了上去。刀光剑影里，我看见赵铁山的背上有血在往下淌，他吼了一声，让我快跑。我一咬牙，转身就跑，身后传来张寡妇的笑声，尖利刺耳：“跑，往哪跑？这山上每一寸俺们都摸透了，你逃不掉的。”孙二虎扯着嗓子喊：“追，别让他跑了！”我拼命跑，眼泪糊了一脸。东边的小路藏在树林里，白天都不好找，晚上更看不见。我凭着记忆往前摸，树枝刮在脸上，荆棘划破腿，我全顾不上。身后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孙二虎的声音传来，带着戏谑的腔调：“嫂子，别跑了，你跑不掉的，俺哥腿瘸，俺可不瘸。”我心脏发颤，咬着牙拼命跑，突然脚下一空，我不知道绊到了什么，整个人往前栽，顺着山坡滚了下去。一时之间天旋地转，石头、树枝还有泥土全往脸上招呼。我拼命想抓住什么，但什么都抓不住，最后砰的一声撞在什么东西上，眼前一黑。醒来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挂在半山腰的石台上，石台只有2尺宽，3面悬空，下面黑漆漆的看不见底。我浑身疼得像散了架，轻轻动了一下，左腿钻心的疼，上头隐隐约约传来人声：“人呢？滚下去了！”孙大牛凑过来往底下瞄了一眼，看着是滚下去了。这黑灯瞎火的也看不清，火把的光在上面晃动。我死死捂住嘴，缩着身子，生怕被他们发现。孙二虎往下照了半天，什么也没看见。他啐了一口，悻悻地说：“这牙伸着呢，摔下去肯定死了。”孙大牛摆摆手，转身就走，便宜他了，不然抓回去有他受的。走，回去抓那个姓赵的。脚步声渐渐远去，我瘫在石台上，大口喘气。缓了一会，我用手撑着石台，一点一点往里面挪，每动一下，左腿就跟刀割一样。终于挪到最里面，我背靠着山壁，喘着粗气往上望，崖壁陡得跟刀削似的，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。我的心悬在半空，始终落不下来。铁山哥怎么样了？他流了那么多血，一个人挡7、8个，能挡住吗？张寡妇那个老东西心狠手辣，他会不会赶尽杀绝？我不敢往下想。我攥紧拳头，指甲掐进肉里，我不能死在这儿。铁山哥还等着我。我在石台上熬了整整1夜，小腿肿得跟大腿一样粗，动一下就腾出一身汗。第2天早上，我听见上面有人喊：“巧凤，李巧凤！”是赵铁山的声音。我想应，嗓子却疼得厉害，连喊的力气都没有。我急得浑身发抖，伸手去够岩壁，指甲抠下一块小石头，使劲往下扔。片刻后，绳子垂下来，赵铁山带着急切的声音从上面响起，他让我抓住。我攥住绳子，被他一点一点拉了上去。上去之后，我才看见他的样子，浑身是血，衣服被砍得稀烂，胳膊上缠着布条，布条已经被血浸透，但他还站着，眼睛还亮着。我眼眶一酸，张了张嘴，
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他一把将我抱进怀里，抱得很紧，勒得我骨头疼。没事，别哭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我满脸泪水，把脸埋在他胸口，肩膀一抽一抽的。他轻轻拍着我的背，粗糙的手掌一下一下顺着我的头发，哭了好一会儿，我才慢慢缓过来。我低头看着他胳膊上缠着的血布，伤得重不重？他摇摇头，扯出一个笑，皮肉伤，不碍事。我松了口气，却又想起什么。那3个人呢？跑了吗？他松开我，脸色难看，咬着牙说，张寡妇那条老狐狸算准了救火会把人调走，等弟兄们回来，他们已经躲进山里了。我靠在他怀里，浑身发抖，不是因为冷，是因为后怕。如果那时我真的被他们抓住，我都不敢想下场是什么。我已经让弟兄们把下山的路都封了，他们跑不远，就在这山里。铁山哥真能抓着那几条地沟里的老鼠。他低头瞄了我一眼，语气笃定，能，你先养伤。接下来半个月，我在山寨里养伤。赵铁山天天带人搜山，天天空手回来。孙家那3口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连个影子都没找着。但我总觉得不安。半夜，赵铁山去巡山了，我睡得正死，窗纸上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响声。我猛地睁开眼，看见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，我心头一紧，悄悄摸起床头的剪刀，紧紧攥在手里，一只手伸进来，我看准手背，一剪刀狠狠扎下去，一声惨叫从外面传来，紧接着是踉跄的脚步声，很快跑远了。我顾不得腿疼，披着衣服就往外追。月光底下，一个人影一瘸一拐地往林子里跑，跑得飞快。第二天，我把这事告诉赵铁山，他脸色铁青，当即加派人手守夜。他们这是狗急跳墙，想趁着夜里摸进来搞偷袭。我攥紧手里的剪刀，冷笑一声，那就让他们来。3天后的中午，一个小弟端了碗汤进来，点头哈腰地说，嫂子，厨房炖的鸡汤补身子。我接过瓷碗，刚要喝，心里却咯噔一下，这山寨里吃喝都有定数，刚送过午饭，怎么又送汤？我抬头看那小弟，他眼神躲闪，不敢看我。我把碗往他嘴边一送，他立刻变了脸色，猛地往后退了一步。嫂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汤是给你补身子的，俺怎么能喝？我冷笑一声，一字一句地说，要么你喝，要么我现在就叫赵铁山来，让他看看他手下的人是什么货色。他立马跪下，磕头如捣蒜，带着哭腔喊，嫂子，我说实话，是有人让俺送的。我盯着他，声音凉下来，汤里放了什么？他缩着脖子往后躲，俺不知道，是个老婆子让俺送来的，说送到了就给俺1袋粮。又是张寡妇。我冷笑一声，你不知道就敢送来？他哆嗦着说不出话。我慢悠悠地说，那你现在就尝尝。他吓得往后退，磕头如捣蒜，带着哭腔喊，嫂子饶命，俺再也不敢了，俺鬼迷心窍。我喝了一声，让他滚。他一愣，爬起来就跑。我把汤泼在地上，地砖立刻冒起白沫。赵铁山知道这事后，脸黑得像锅底，他当场就要去追查那个小弟，被我拦住了。我拉着他坐下，轻声说，追他没用，他就是个跑腿的，真正的蛇还躲在暗处。赵铁山眉头拧成疙瘩，沉声问，你想怎么做？我凑到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，他听完眼睛一亮，随即又皱眉，你确定？这太冒险了。我点点头，笃定地说，不冒险，怎么引蛇出洞？当天晚上，山寨里传出一个消息，李巧凤中毒了，上吐下泻，快不行了。消息是我让赵铁山故意放出去的。为了逼真，我整整2天没出房门，饭菜都由我娘端进端出，每次出来都红着眼眶。第3天，赵铁山请来了老陈头。老陈头进我屋的时候，我正躺在炕上啃苹果，他一愣，我冲他眨眨眼。老陈头人老成精，当即明白过来，故意大声说，这毒凶险啊，得好好调理，1个月都不能下床。他出门的时候脸色沉重，唉声叹气。消息传出去不到2天，孙家3口就冒出来了。最先发现他们的是守夜的弟兄。那天半夜，有人在山寨外围的山林里看见火光，一闪就灭了。赵铁山连夜带人去搜，却只看到一堆还没凉透的柴灰，还有几个乱糟糟的脚印。赵铁山回来告诉我这些的时候，我的心跳得很快。我攥着被角，缠声问他能找到他们藏哪儿吗？他摇摇头，脸色凝重。这山连着山，老林子钻进去就没影，他们存心躲起来还真不好找。不过他们既然冒出来了，就不会只有这一次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用力点头。他们这心不死，无非是瞪着眼等我断气的消息。我又在炕上躺了5天，5天里，我娘天天给我端饭，我爹天天在门口守着，赵铁山天天来看我。每次他来，都坐在炕边，握着我的手，我能感觉到他掌心的皮肤粗糙又干燥。第5天晚上，他突然开口，巧凤，我想好了。我侧头看他，有些不明所以。铁山哥，你这大半夜的到底是想好什么大事了？他看着我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，等这事结束，我娶你。我整个人愣住，心跳快得要撞破嗓子眼。他盯着我，眼神烫得吓人，不是以前那种随口说的，是正正经经娶你进门，拜天地，入洞房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赵铁山唯一的压寨夫人。我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。他伸手摸摸我的脸，声音带着一股子蛮劲，怎么，你不愿意？我先是摇头，又拼命点头，眼眶发热。他握紧我的手，声音低沉，那就这么定了。那天晚上，我们相拥而眠，听着彼此的心跳。次日半夜时分，外面突然传来一声惨叫，我疼得坐起来，
抓起藏在枕头底下的剪刀。外头喊杀声、凌乱的脚步声，瞬间炸开了锅。我冲出门，看见院子里已经打成一团。孙大牛瘸着腿，手里举着一把砍刀，正在和2个弟兄缠斗。他浑身是泥，眼睛通红，嘴里骂骂咧咧。孙二虎被3个人围在中间，左冲右突，像条疯狗。可我没看见张寡妇，我正疑惑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风，我本能地往旁边一躲，一把剪刀擦着我的耳朵扎进门框里。张寡妇那老婆子不知道什么时候绕到了我身后，她手里没了武器，可她还有牙，她冷不丁扑上来，张嘴就咬我的脖子，边咬边骂：小贱人，你怎么还活着？你这个勾引男人的狐狸精，早该下地狱了！我抬手挡住，她的牙咬在我胳膊上，疼得我倒吸一口凉气。我用另一只手攥着的剪刀直接扎在她肩膀上，她惨叫一声，松开了嘴。我趁机一脚踹在她肚子上，把她踹翻在地。她倒在地上，捂着肩膀，眼神恶毒地盯着我。我喘着粗气看着她，一字一句地说：张寡妇，你输了。张寡妇挣扎着要爬起来，被赶来的弟兄一脚踩住，她趴在地上，浑身发抖，声音沙哑的厉害：李巧凤，你这小蹄子明明喝了汤，为什么没中毒？我蹲下来平视着她的眼睛，冷笑一声，因为我根本没喝啊。她眼睛里的光一点点灭掉，她突然笑了，笑得很难听，像破锣一样。成，算你这狐狸精命大，老天爷真是不长眼啊。院子里，孙大牛和孙二虎也被制服了。孙大牛被按在地上，脸贴着泥土，还在骂：李巧凤，你个贱人，你等着，俺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孙二虎倒是没骂，他看着我，眼神复杂：嫂子，俺对你可是真心，你想想，在地窖里俺没碰你，是不是？我听着这话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嫌恶地盯着他。你没碰我，是因为嫌我恶心，不是因为心疼我。他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。我转身不再看他们。赵铁山走过来，大手揽住我的肩膀：巧凤，那老东西伤着你没有？我摇了摇头，顺势靠在他怀里。他低头看了看我胳膊上的牙印，眉头皱起来：这老东西下嘴真够狠的。我笑了笑：没事，这比地窖里那些最瘦的轻多了。天亮以后，我们押着孙家3口下山。孙大牛的腿伤更重了，走一步哼一声，脸色惨白。孙二虎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张寡妇肩膀上的伤口还在渗血，可她一声不吭，就那么低着头，踉踉跄跄地走。到了县公署，县长一看是他们3个，当场就拍了桌子：孙大牛、孙二虎，你们越狱脱逃，又纠结匪徒袭击山寨，该当何罪？孙大牛膝盖一软，连声求饶：大老爷饶命，是俺娘逼着俺跑的。孙二虎也跟着喊，指着张寡妇说：对，都是俺娘的主意，俺们本来想在牢里好好改造的。张寡妇猛地抬起头，死死盯着这2个亲骨肉，她嗓音颤抖：你们把屎盆子往俺头上扣。孙大牛不敢和他对视，低着头嘟囔：本来就是你的主意，你说李巧凤那小蹄子不死，咱们孙家这辈子都睡不踏实。孙二虎也点头附和道：对，你说放火引开人，你说花钱雇大寿，你说往汤里下毒，都是你指使的。张寡妇张了张嘴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县长冷笑一声：好一个母呲呲笑！来人，把这3个都押下去，严加看管。3人被拖下去的时候，我听见张寡妇在喊，声音凄厉：俺养了2个畜生，俺养了2个畜生。孙大牛回骂，梗着脖子嚷：你才是畜生，要不是你从小偏心俺能落到这地步？孙二虎也骂，咬牙切齿地说：你偏心他，什么好的都给他，俺就是个捡来的。3人骂成一团，直到被拖进大牢，声音才消失。我站在县公署门口，听着那些骂声，突然觉得很可笑，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后来他们3个人判了重刑的消息传遍了10里8乡，孙大牛和孙二虎越狱加伤人，判了20年，这辈子基本出不来了。张寡妇是主谋，判得更重，终身监禁。我去看过他们一次，隔着栅栏，我看见孙大牛和孙二虎蹲在各自的角落里，谁也不理谁。张寡妇坐在另一边，眼神呆滞，嘴里念念有词。孙二虎先看见我，蹭地站起来，瞪着眼睛嚷：李巧凤，你这小蹄子是专程来看俺们老孙家笑话的不是？我淡淡一笑，慢悠悠地说：我是来看你们一家老小在牢里面团团圆圆。孙大牛扑到栅栏前，咬牙切齿地说：李巧凤，你给老子等着，等老子哪天出去了，一定不会放过你。我笑了，打断他：你们这辈子都别想出去了。张寡妇始终蜷缩在角落里，直勾勾地盯着地上的烂草根，像失去了生气。走出大牢的时候，阳光刺得我眯起眼睛，赵铁山就守在大门外头，见我出来，大手一挥：走吧，咱们回家。我握住他的手，跟着他往回走。身后的大牢越来越远，远得像场梦。1个月后，山寨里漫山遍野都透着股子喜气。赵铁山说话算话，正正经经地娶我。虽然没有8抬大轿，没有吹吹打打，但弟兄们把寨子布置得红红火火，到处贴着大红喜字。我娘给我梳头，一边梳一边抹眼泪：闺女，这回你算是熬出头了。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眼眶也有点热。我爹站在门口，背着手不说话，但我看见他偷偷用袖子擦眼睛。其实一到，赵铁山就风风火火地来接我。他穿着新做的衣裳，胸口别着一朵大红花，笑得跟个傻子一样。他把我背起来往外走，趴在他背上，我听见他的心跳咚咚咚，比我还快。我凑到他耳边小声说：你紧张什么？他脚步顿了顿，闷声说：废话，
老子头一回娶媳妇。我把脸埋在他肩膀上，勾着唇角。大堂里，弟兄们站成2排，齐声喊：“恭贺大当家大喜！”赵铁山把我放下来，拉着我的手走到堂前，没有高堂，就对着天地拜。拜完，他转身看着我，眼睛亮得吓人。从今往后，李巧凤就是我赵铁山的女人，谁要是敢欺负她，老子剁了他！弟兄们轰然叫好。我站在他身边，看着满堂的红烛和门口站着的爹娘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下来。洞房花烛夜，我坐在炕沿上，头上还盖着红盖头。透过红纱，我看见他的影子在屋里走来走去，那股子局促劲让我忍不住想笑。磨蹭了半晌，他终于走过来，在我身边坐下，然后颤抖地伸出手，一把将红盖头掀开，烛光刺眼。我下意识眨眨眼睛，正对上他那双深邃的眼。他俊美的脸透着红，也不说话，就这么盯着我看。我看他傻愣愣的样子，忍不住笑了。铁山哥，你看什么？他也笑了，挠挠头，有些羞涩。看你好看，好看到我眼晕。我被他这直白话骚的脸颊发烫，忙不迭地低下了头，心尖颤得厉害。他低下头，将我抱进怀里。巧凤，我这辈子就你了。我轻轻应了一声，听着他依旧很快的心跳声。窗户外头隐约传来弟兄们醉酒后的起哄声，有人扯着嗓子在院里混喊。外面传来弟兄们的起哄声：“大当家，这大喜日子别光顾着睡觉，快出来跟弟兄们再喝2杯。”紧接着响起一阵哄笑声。